养多肉为什么会上瘾？这或许是最科学的分析了。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刚开始养多肉时，短短的1个月，我发现自己迅速地掉到了多肉的肉坑里，无法自拔。在那之前，已经很少有一项事情能够深刻激发我的兴趣，而且最主要的是，这短短的1个月，竟然有一种感觉，恍惚中大脑的某块组织有了无法描述的愉悦。前2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愉悦回路：大脑如何启动快乐按钮，操控人的行为》这本书，由此联想到自己掉入肉坑的经过和感受，所以觉得有必要从量化的角度分析一下。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今天来总结自己沉迷肉的原因。第一，肉形态很萌，颜色梦幻，我对颜色非常敏感，漂亮颜色和形状能立马抓住我的注意力，时常都想着把目光聚焦在这些可爱萌物上。对于工作压力巨大的我，犹如阴霾天气里一抹崭新的阳光，有了这样的感觉，别提有多惊喜。第二，肉种类超多，感觉肉一个比一个漂亮诱人，不断挑拨我的好奇心。第三，总是希望拥有各种各样更多的肉，希望造型更漂亮。以上经历几乎成为掉进肉坑人群的常见症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都集体失控上瘾呢？我们盲目地追求自己所爱之物的同时，如果能知晓这背后的真理，岂不是更有意思？在《愉悦回路》这本书中，作者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讲清楚了人为什么会上瘾。大脑愉悦回路，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事项起因，然后大脑多巴胺神经元被激活，目标神经元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这个流程就是作者所讲的愉悦回路。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接触肉后，无论是肉的哪个特点，如果能给这个人带来喜悦心情，那么这个个体的愉悦回路就正式被开启。这个因素可能是缓解压力、释放情怀、颜色诱人等等。Anyway， 总之就是有些林总总的因素激活了大脑内侧前脑束愉悦回路的神经元，导致腹侧被盖区的目标区域释放多巴胺，正是这些多巴胺让我们感到快乐。简单表达就是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只不过是正面刺激而非负面刺激。受愉悦回路的驱使，我们感到了快乐，一旦获得了快乐，就想长久保持下去，然后不断追求，如此循环，这就是上瘾。上瘾是一种学习方式，上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一旦我们从上瘾的行为中获得了快乐，我们就会将这种行为与随后引发的愉悦感产生连结。重复几次后，我们的大脑不断受到刺激，一次次获得满足感，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行为成瘾。了解了我们对肉上瘾的生物学基础后，再来看看肉是怎么操控我们上瘾的。作者大卫林登通过实验表明，信息、游戏、赌博、捐助、进食、运动这6种方式，每一种都可以激活我们脑中的愉悦回路，让我们感觉良好，从而让我们上瘾。肉传递的信息，初次接触肉饱满的叶片，莲花状的姿态，清新的颜色，新颖的外观，别致的花盆，各式各样的肉拼盘，给我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这些信息通通朝我们抛来，然后我们大脑的愉悦回路就一直被操纵，我们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是无比兴奋，欣喜异常。此处各位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我自己就是看到莲花状的形态和亮丽的颜色之后就无法自拔了，同时我还乐此不疲地浏览各类与多肉相关的文章，各种论坛、视频、App， 肉在我这里已经变成网红，变成要追逐的明星。肉竞争游戏，游戏能够强烈刺激人的愉悦回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游戏中的竞争感。看到别人的桃弹那么萌，自己也想种出更萌的桃弹。给自己的多肉选好花盆之后，总觉得别人的花盆搭配得更好，于是又开始研究怎么换个更能有意境的花盆。
有了心仪的花盆，又觉得花盆里的多肉组合没有别人那么有层次有艺术感，所以又开始对肉肉进行排列组合，更别提看到别人老庄时的羡慕嫉妒恨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跟自己竞争，跟别人竞争，唯一的症结来源还是那颗多肉。种植多肉的赌博。人类的大脑天生就爱追求不确定的愉悦感，所以人类天生喜欢从冒险事件中获得愉悦。我们喜欢赌博，并不需要获得最初的奖赏，而是不确定有没有奖赏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有快感。种上多肉之后，我们每天都在观察期盼，看它是稍微长了一些，还是一直不变，每颗肉变化都不一样。这些不确定性就像赌博一样，天天带给我们愉悦感。当然也有可能肉肉遭遇全军覆没，这种情况就惨了。内心肯定是像赌博输光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喜欢，所以还会重新开始买，然后种，只不过从这时开始爱总结经验了，像极了爱打麻将的大爷大妈们，嘴里总是唠唠叨叨的评论着每一株的胜负原因。增加投入也是一大操控原因，我们与肉肉接触的越多，就越离不开。逛花卉市场买肉肉，然后买花盆，买配土、营养液、杀虫剂，不断循环。在家里把盆搬进搬出，几乎每天付出都没有停止过。付出的越多，就越有感情，越不愿意放手，越来越沉浸在肉坑里，不愿意跳出来。一不小心，哪天因为我们的无知或者懒惰，肉肉还会给我们点不折不扣的惩罚，例如黑腐、化水、晒伤等。知道了我们是怎么被操控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引导自己只观赏多肉，无论是线上或者是线下，因为获得信息一样是打开大脑愉悦回路按钮的方式之一，这样就不用天天把家里弄得到处都是沙子，然后被家人数落。当然，我们也可以借此有理由给自己定个有野心的目标，例如到一定年龄之后能住别墅，拥有一个多肉花园，借用愉悦回路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目标。听了这些，你是选择只观赏，还是选择有个野心目标？欢迎评论区讨论，顺便说一下，我是野心派，我一定要买个大别墅，只为放我的宝贵肉肉。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